2026年2月28日深夜，德黑蘭上空的寧靜被一陣極其沉悶到足以撕裂地心的巨響徹底粉碎了。如果你此刻翻開路透社、BBC 或者華盛頓郵報的滾動頭條，你會看到一個讓全球情報圈徹底窒息的消息：阿里·哈梅內伊，這位統治伊朗長達數十年的最高意志，已經在那場代號為復仇之火的空襲中宣告隕落。這不僅僅是一次空襲，更是特朗普重返白宮後最瘋狂、最冷酷的一場外交賭博。根據美聯社和 BBC 的最新快訊，美軍與其戰略合作夥伴在2026年3月初的這場聯合行動，精準擊穿了德黑蘭地下幾十米那層號稱連核彈頭都無法撼動的強化混凝土防禦層。很多人都在問，這怎麼可能？哈梅內伊那是全世界最警覺的領袖之一，他不帶智能手機，他拒絕接入外部網絡，甚至連下達一份絕密密令都要用最原始的纸質信使傳遞。在過去40年，他成功的在那千萬級雜亂信號中把自己變成了一個電子黑洞。但為什麼在2026年這個春天，他的物理屏蔽突然就像一張廢紙一樣被美軍給捅破了？是美軍的導彈長了眼，還是說這場所謂的情報奇蹟背後隱藏着一個更殘酷、更讓人脊背發涼的真相？今天咱們就來扒一扒哈梅內伊之死背後的隱秘真相。咱們先來聊第一個最硬核的問題：哈梅內伊為什麼會死？難道美軍的衛星真的能透視地心嗎？答案可能比技術更讓伊朗戰地有叛徒。很多人好奇，哈梅內伊執政幾十年，安保體系像鐵桶一般，為什麼偏偏在2026年這個節點，叛徒會像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甚至連核心圈層的套娃安保都失靈了？這背後很可能不是一個偶然，而是伊朗內部權鬥、經濟與絕望感3合1的全面爆發。咱們得聊聊这背後的深層動因。為什麼在2026年這個節骨眼上，原本堅如磐石的伊朗核心圈層會給美軍情報機構留下可乘之機？這背後很可能不是簡單的背叛，而是一場由接班人計劃引發的體制內大地震。首先是那場充滿不確定性的權力交接。2025年到2026年初，關於哈梅內伊次子莫塔巴即將接掌最高權力的傳聞開始從德黑蘭的走廊傳向全世界。甚至有消息稱，他在內部已經獲得了阿亞圖拉的頭銜，這在外界看來是一個強烈的信號，世襲計劃正在進入實質性階段。但這在伊朗內部引發了劇烈的化學反應。伊朗的政治基石是法基赫的監護，他強調的是神權與教法的合法性，而世襲在革命衛隊的部分將領和老派教士集團眼裡是一個極具爭議，甚至可能動搖國本的賭博。這產生了一種隱秘的沉船心態。當原本統一的意志出現裂痕，原本效忠於體系的人就開始在莫塔巴與體制未來之間做選擇，這就給了外部情報機構一個絕佳的切入點。咱們前面提到的那些叛徒可能並不是想推翻政權，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或許是想通過這種極端的方式阻止他們認為的錯誤繼承人上位，而另一部分人則是在權力更迭的混亂中產生了一種極端的避險情緒。他們開始與 CIA 與摩薩德進行一種對沖博弈，他們提供的往往不是那種可以直接定罪的密謀，而是那種看似無關痛癢實則致命的邊界情報。比如官邸內部防禦系統的周期性維護表，或者是領袖在轉換掩體時那1-2秒鐘的電子盲區。這些情報就像是散落在地上的拼圖碎塊，單獨看誰也看不出哈梅內伊在哪兒，但當他們被餵進美軍的 AI 模型，再結合實時攔截的電磁波指紋，原本模糊的影子就瞬間變成了一個清晰的無法撤銷的坐標。這就是情報界最殘酷的真相。技術本身並不能創造奇蹟，是那場由於權力分配不均產生的人性間的微小縫隙，給美軍的 AI 算法提供了最精準的分析。其次是經濟雪崩導致的忠誠潰敗。到了2026年初，伊朗本幣里亚尔的匯率經歷了一場毀滅性的打擊，貶值速度快到你早上領的薪水，晚上就買不起2塊麵包。而負責領袖官邸保衛、負責後勤補給的大多是基層官兵和技術人員。當他們的薪水連家人的溫飽都維持不了時，所謂的忠誠就變成了一種昂貴的諷刺。如果在這時，美軍通過加密貨幣直接向這些守衛者支付高額的情報費，每筆美元報酬都是他們的救命錢。哈梅內伊官邸的班次表內部的通風口頭紙就是這樣從那些絕望的守衛手裡一點點流向了蘭迪總部。最後是那股彌漫全城的沉船效應。當伊朗軍方看到美軍最新的 B-21 隱身轟炸機和 IOU-SCAS 巡飛彈能夠像進入無人之境一樣癱瘓掉他們號稱最先進的防空網時，一種深深的絕望感在伊朗官員心中蔓延。很多人認為這個政權垮台只是時間問題，與其陪葬，不如去做那個帶路人。這種技術代差帶來的心理崩潰，讓美軍不需要派間諜滲透，只需要打開錢包，坐標就會自己飛過來。
很可能是這3重壓力的疊加，給哈梅內伊周圍的電子黑洞強行撕開了一個巨大的口子。人性提供種子，技術完成收割。有了叛徒提供的這些情報碎片，接下來的事情就交給了美軍的情報機構。哈梅內伊之所以被鎖定，很可能是一場典型的叛徒指方向 AI 算位置的閉環獵殺。當然，這純屬火力軍個人看法，如出現任何泄密，火力軍概不負責。在這個閉環裡，3家機構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CIA 中央情報局扮演的是人性定標器，他們不相信冷冰冰的數字，他們只盯着那些有裂痕的人。通過對醫療團隊或者現實的策反， CIA 在哈梅內伊周圍埋下了一組特殊的物理信標。可以推測一下，一個86歲的老人必須依賴最高級別的醫療監護，而這些先進的醫療設備，只要其中一個護士被策反，在呼吸機或者監護儀裡植入一個比芝麻還小的能產生微弱震動的發生器，哈梅內伊的物理坐標就會變成像黑夜裡的火炬一樣明顯。摩薩德則是那個最後1公里的清道夫，他們負責填補 CIA 無法觸達的物理空間。比如買通負責地堡電力維護的技術員，在變壓器裡植入一個信標，或者利用所謂同位素失蹤，在領袖信徒的鞋底沾上一點特定的化學粉末，這種粉末即便只有幾微克，在美軍的 AI 分析儀中也能勾勒出地堡的入口。最後 NSA 國家安全局通過全球監聽網完成最終的信號對齊。當叛徒提供了模糊的時間和地點， NSA 的超級計算機就開始瘋狂掃描那千萬個信號雜波，通過大數據對比確認那個最像哈梅內伊的移動軌跡。這就像是一場精密的手術，叛徒切開了傷口， AI 則是那把精準摘除腫瘤的手術刀。你可能會問，就算有內鬼，德黑蘭這麼大，地堡這麼多，美軍怎麼保證那一枚鑽地彈下去打中的不是誘餌？因為這種手段，美軍在過去的30年已經運用得非常熟練了。經典案例有3，第一次是1996年的杜達耶夫，那時候是信號級坐標的 1.0 時代。杜達耶夫以為躲在荒山野嶺打衛星電話很安全，但他不知道美軍已經把衛星定位精度壓縮到了米級，只要你敢接通電話，死神就順着頻率爬進了窗戶，這叫物理定位。其次是2020年的蘇萊曼尼，這是 2.0 時代的全員情報融合。蘇萊曼尼的行蹤極度詭秘，但他身邊出了內鬼。大馬士革機場的一名地勤人員向摩薩德確認了他的登機信息，隨後手機卡 MEI 碼、人臉識別步態、無人機熱成像3方對齊，這叫單向透明。緊接着是2011年的本拉登，那是生活規律分析的经典。拉登10年不用手機，但他身邊有信使。美軍盯着那個小院子的一草一木，分析晾衣繩上衣服的數量，分析焚燒垃圾的時間。AI 在大數據中算出了那個多餘的人，這叫邏輯剝離。到了這裡，火力軍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當然，火力軍就這麼一說，朋友們就這麼一聽。我們大家一起猜測一下，在如今 AI 科技手段如此發達的年代，美軍會不會有相關的黑科技去出手制裁伊朗呢？以下純屬是火力軍的猜測，如有雷同，請美軍邀請我去智庫，謝謝。那麼2026年美軍對哈梅內伊的手段是否很有可能就是採用了一個內鬼泄露信息加 AI 信息歸納的模式？內鬼提供了一個模糊的時間窗口，而 AI 則負責完成那最不可能的精準定位。現在我們要聊這場獵殺中最核心的技術底座，哈梅內伊的行蹤是如何被 AI 算出來的。在2026年的情報博弈中， NSA 國家安全局的超級計算機不再僅僅是儲存數據，而是通過瘋狂進化的深度學習模型再進行高維数據對齊。為什麼必須依靠 AI？ 因為德黑蘭的電磁環境太複雜了，千萬級的民用波段和数萬個真假難辨的軍用信號，就像一场永不停止的噪音风暴。人類分析員即便窮盡一生，也无法從海量杂波中理出那根致命的線條。但 AI 能在大數據中进行去噪與聚類。它為什麼有如此高的打擊率？原因有3。它首先通過識別無線電設備那獨一無二的硬件指紋，瞬間鎖定了你的身份。接着通過追蹤衛隊信號群的星座軌跡，精準定位了那個處於中心的靜默黑洞。最後再整合監控、電力等一系列微觀移動，徹底完成了證據閉環。一句話總結，內鬼指出了方向，而 AI 則利用算力將物理規律榨取到了極限。它把原本模糊的概率硬生生地變成了無法逃避的死亡坐標。那麼躲进地堡、切斷網絡就安全了嗎？美軍還有3招挑戰物理常識的黑科技。首先，電磁洩漏追蹤。任何設備只要通電運行，都会產生微弱的電磁輻射。即便不聯網 ，AI 也能捕捉透過地縫溢出的微弱波紋，直接還原屏幕畫面。你在地堡辦公，美軍在牆外像看投屏一樣盯着你。其次，激光振動探測。衛星發射肉眼不可見的激光，打在通風口葉片或窗戶玻璃上，通過分析納米級的振動頻率，隔空還原室內密探。只要你通過呼吸通風，你的聲音就是你的死穴。
最後重力梯度探測，這就像給地球做深度 CT。AI 通過衛星測量地層重力場的密度差異，直接透視地下空洞結構。在算力生成的重力地圖面前，所謂的掩體不過是玻璃盒裡的模型。講到這裡，咱們必須揭開這場情報奇蹟背後最冷酷也最核心的真相。為什麼非要精準打擊哈梅內伊？因為鎖定哈梅內伊不僅僅是為了消滅一個86歲的老人，而是為了實現一個戰略目標——系統性致盲。你要知道，伊朗這種權威體制，整個權力結構是极度扁平的，所有的指令最終都指向哈梅內伊這一個大腦，它就是伊朗的操作系統內核。一旦這個內核在大數據中被抹去，整個國家機器會瞬間陷入戰爭迷霧。第一是權力的瞬間崩塌，哈梅內伊的倒下意味着伊朗複雜的权力平衡點消失了，革命卫队、常規軍、神權階層會因為誰是下一任接班人，以及誰才是那個背叛領袖的內鬼，而瞬間陷入自相殘殺的猜忌中。這種由內部撕裂引發的崩塌才是最難防禦的。第二是心理上的徹底擊潰。當伊朗的基層指揮官發現，連最高等級防禦的領袖都能被美軍精準除掉，他們會產生一種毀滅性的絕望感。這種絕望會導致整支軍隊癱瘓，指揮官不敢按下對講機，因為怕被定位；將軍不敢下達指令，因為怕被監聽。當一個國家的暴力機器由於害怕被鎖定而不敢產生任何信號時，它其實已經是一個死掉的機器了。這就是美軍在2026年想要達到的效果，在導彈落下之前徹底廢掉你的意志。視頻講到這裡，咱們得聊聊哈梅內伊之殞背後那個讓所有中小型國家脊背發涼的真相，那就是定點清除模式已經徹底接管了未来。現在的戰爭已經從面的对抗變成了點的收割，不再需要摧毀你的裝甲師，只需要精準剪斷那個下達指令的神經元。這意味着在情報與數據面前，傳統的物理主權已經終結了。美軍的這次行動或許並不只是一次武力的展示，更像是在無聲地提醒全世界，戰爭的底層邏輯已經悄然改變了。它揭示了一個讓現代防禦體系感到棘手的現實：在當今的高敏傳感器與 AI 算法面前，只要我們還身處物理世界，只要還在產生熱量、發射電波，想要實現傳統意義上的絕对隱身，正變得前所未有的困難。這也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主權的定義。在未來，國境線可能不再僅僅是地圖上的紅線，還取決於一個國家的電子防禦屏障究竟能延展到哪裡。在海量算力的洗禮下，即便是最謹慎的沉默，也可能在算法的深度掘金中留下難以察覺的痕跡。這不僅是針對某個目標的行動，更是對現代戰爭規則的一次深刻演練。好了，聊了這麼多關於哈梅內伊之死的硬核推演，咱們該收個尾了。哈梅內伊的倒下只是一個時代的注腳，它預示着人類社會正在進入一個無處遁形的極度不對稱的透明時代。在這個時代裡，隱私不再是權利，而是一種無法負擔的奢侈品。最後，我想給各位硬核玩家留一個值得深思的討論題：如果你是伊朗的保衛負責人，面对這種近乎上帝視角的全天候围猎，你是會選擇回歸最原始的飛鴿傳書、紙筆辦公，還是會孤注一擲去研發一套連美軍都無法理解的 AI 加密算法？咱們評論區聊聊。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視頻再見。